尊敬的各位开发者、技术爱好者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朴冠宇，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第一场仓颉社区 workshop。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马年吉祥。我仅代表社区欢迎每一位开发者的到来。今天的活动，我们特别邀请到3位嘉宾，他们将从不同维度带我们一同解码仓颉编程语言的独特魅力。他们分别是梅克尔工作室鸿蒙仓颉生态部成员，仓颉编程语言挑战赛1等奖得主宗岳岩，鸿蒙仓颉编程语言挑战赛3等奖得主周生勇，华为编程语言实验室主任工程师刘军。欢迎3位。首先有请宗岳岩为我们带来第一个议题：仓颉语言赋能鸿蒙应用。Meet AI 如何实现高性能智能会后整理体验？有请宗岳岩。OK，各位开发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然后我是尊严，来自梅克尔工作室，很荣幸今天能和大家分享一下仓颉语言赋能鸿蒙应用 Meet AI 的一些应用实践。那也希望今天下午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灵感碰撞和经验收获。那么在今天的分享呢，我会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梅克尔工作室在仓颉生态的探索历程，以及 Meet AI 应用为什么选择仓颉开发，以及在6.0.2新版本的一些应用的实践方案。那最后是关于我们在仓颉三方库方面的一些探索成果。那首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来自梅克尔工作室的宗岳岩，然后目前是物联网专业的大3学生，拥有2年的鸿蒙应用开发经验，目前也取得了多项的华为技术能力认证，在竞赛和项目研发方面也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开发和实战经验。那么关于我们工作室呢，梅克尔工作室是由华中科技大学博士李一浩老师于2014年创立，在2023年加入了华为 ICT 学院，并且成为了优选级的 ICT 学院。那么目前工作室已有8位华为开发者布道师，也是华为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的合作方，深耕 ICT 人才培育与前沿产业的技术结合。在研发实力上，工作室目前有10家的研发方向，覆盖医疗大健康、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领域。在研项目目前有70余项，累计获得专利70余项。那在竞赛成果上呢，目前我们已经斩获了650余项的国家级奖项，35项的国际性奖项，省级以上的奖项目前已经累计获得了超过900余项。在人才培养方面，工作室的累计参与人次超过了5000人，覆盖全校各个专业，项目全员也考取近100项的各领域华为技术认证。那么我们能够快速切入仓颉生态，并且产出一些实际的成果，核心也正是依托于工作室长期践行的产学研合作模式。那这也为我们后续去继续深耕仓颉生态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我们是在24年的12月份首次接触到了仓颉，并且开启了仓颉的技术探索，开展了仓颉 FTP 服务器的专项培训，并且组织团队参与了当年的 OpenOLA 应用软件开发赛，初步积累了仓颉的开发经验。在去年的5到6月份，我们进行了仓颉鸿蒙和仓颉 Magic 的接入适配验证。并且整理输出了覆盖从基础到进阶的全套的标准化课程文档，为我们后续的内部研发以及培训去打下基础。在9月份，我们启动了核心技术攻坚，组织了仓颉特种兵来重点突破仓颉 Magic 接入、鸿蒙 API 调用以及三方库开发等这些关键技术点。在10到11月份，我们也开展了赋能培训和开源共建工作，在工作室内部，我们开展了仓颉的赋能培训，同时将我们产出的一些仓颉鸿蒙的应用案例开源到了 AutomateGate 平台上，来实现技术成果的开源共享。那在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1月份，我们也完成了仓颉鸿蒙的应用开发，并且参与到了去年的开放原子大赛的仓颉鸿蒙编程语言挑战赛，成功包揽了赛事奖项，也验证了我们的技术实践成果。那么本次呢，我也是以这次开放原子大赛的1等奖的获奖应用 Meet AI 为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应用当中我们使用到的仓颉的一些开发实践。首先，这款应用的定位是会后智能整理助手，核心解决的是会后记录散乱、
整理繁琐以及代办无法闭环的痛点，实现从听见会议内容到行动落地代办的一站式解决方案。那么我们提供会议导入、转写文本查看、自定义智能纪要、代办事项提取以及全景历史记录5大核心功能。那么其中借助仓颉能力实现的关键功能的主要有3点。一是我们借助了仓颉的静态编译和轻量的用户态线程来实现高性能的音视频处理；二是基于仓颉 Magic 框架构建了纪要生成、大纲提取和大纲梳理和代办提取的3位一体智能体来实现应用的智能化；三是借助鸿蒙仓颉提供的互操作接口，深度整合了包括 Call Speech Kit、Calendar Kit 等多种的鸿蒙系统能力，来实现我们应用内的实时语音转写以及代办事项同步到手机日历这些功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仓颉开发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应用来说，主要是因为面临2个性能上的难题，一个是需要去应对音视频处理当中的任务计算挑战，因为长视频的处理往往容易出现卡顿、应用发热等问题。那么我们是通过使用仓颉，借助仓颉的静态编译以及低时延的内存管理这些高性能支持，将响应时间大幅度缩短。大家可以在右侧的应用演示当中去看到，在会议转写完成后，向会议助手提问这个功能当中，一次提问我们的响应时间可以控制在2秒以内。那第二个性能难题呢，就是对于高并发的要求。我们借助仓颉的轻量用户态线程以及全并发 GCA 这些高性能的特性支持，通过创建多个线程来实现从音频采集、实时编码到转写以及 UI 更新等多个并发的生命周期，打造稳定、流畅和安全的会后处理功能。可以说，使用仓颉是帮助我们稳定的提高了用户体验和应用的运行性能。那接下来我也给大家具体拆解一下在 Meet AI 应用当中使用仓颉的一些具体的实现方案。首先是在会议转写的模式上，我们支持会中实时转写和会后一键转写2种模式。那么第一种模式是会中实时转写，在会议进行的时候，用户可以直接点击应用内启动录音，仓颉会通过互操作接口调用 ActS 侧的语音识别能力，实现语音到文字的实时转换，转写文字也会随着发言实时进行滚动。并且我们也适配了画中画模式，桌面可以实时显示转写字幕，从而解放用户双手。那第二种模式是，会后可以上传音视频文件进行转写，用户可以上传已有的一些会议的录音或者视频文件，那么我们应用呢会自动分离音频，并且转换为 PCM 格式来进行高精度转写，满足历史录音或者第三方会议内容的处理需求。那在这里，我们重点是利用到了仓颉的静态编译特性，优化了长会议文件的音视频的解析逻辑，然后让转写的响应速度直接提升了25%，并且经过我们的实际测试，即便是8个小时的长文件，也能够在最快5分钟内完成高效和流畅的处理。那么如果说前面提到的高性能转写是我们 Meet AI 应用实现的基础，那么仓颉 Magic 就是我们应用实现智能的核心引擎。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仓颉 Magic。仓颉 Magic 是基于仓颉编程语言构建的 LLM Agent 的开发框架，核心是通过元编程机制实现了嵌入式的 DSL。那这个 DSL 呢是允许开发者结构化定义 Agent 的角色、能力、工具以及协作方式，而且它被设计为了仓颉语言的 EDSL， 也就是说代码最终会转换为普通仓颉代码，来为开发者提供高效结构化的智能体开发范式，让智能应用的开发门槛大幅降低。那么它也有一些核心功能和技术优势，包括声明式的 Agent 的定义。结构化的提示词管理以及灵活的工具集成，并且它也支持 MCP 集成。那在生态支持方面，也支持 OpenAI、DeepSeek 和阿里等主流的 LLM 服务商以及 Ollama 的本地部署，并且提供了一些比如说 Base Agent、Tool Agent 以及 Human Agent 的一些完整的 API 接口。可以说，基于仓颉 Magic 框架，能够帮助我们开发者快速实现应用的智能化。那在 Meet AI 当中，我们是基于仓颉 Magic 构建了3位一体的会议智能体引擎，包括 AI 会议纪要助手、AI 会议大纲助手以及代办提取助手。首先是 AI 会议纪要助手，那么我们打造这个智能体主要是针对于在传统的纪要生成质量依赖提示词工程，无法保证格式统一，也不能根据会议类型动态调整摘要结构。
而我们的智能体呢，能够自动识别会议场景，并且支持用户自定义提取纪要内容作为约束条件融入到指令当中，并且保证输出的结果格式统一，也支持一键导出 PDF。第二个是我们打造的会议大纲助手，主要针对长会议的内容脉络往往不清，并且人工梳理耗时，而且大纲层次也容易混乱，无法反映讨论的一个逻辑演进。那么我们这款智能体就可以自动去构建清晰的树状大纲，快速定位到关键片段，并且结合我们提供的历史记录功能，还能形成可检索的会议脉络知识库。那最后是代办提取助手。这个智能体主要是针对于传统方式下对于代办事项散落在对话当中容易遗漏，并且对于责任人和截止信息的关键信息识别也不准确。那么这款智能体是可以智能关联到上下文，当检测到比如说负责、完成或者跟进这些任务的指派句式的时候，会自动去创建代办草稿，精准提取关键信息，为后续的代办闭环打下基础。那这3个智能体协同工作，通过声明式定义实现了多智能体的高效协作，让会议整理从人工繁琐的操作来变成智能的自动化处理。那么基于以上我们构建的仓颉 Magic 智能体，在应用当中我们也是接入到应用内，实现了场景化可定制的智能纪要生成功能。那么主要的核心亮点就是用户可以自定义纪要的提取模板，可以根据会议类型来灵活设置提取维度和小标题。比如说像项目复盘会议，那就可以设置成果总结、问题分析、改进措施以及下一步计划这些维度。像团队例会的话，就可以设置工作汇报、代办事项以及协调需求这些内容。通过这种定制化的提取，能够更精准的捕捉到不同会议的关键信息，让纪要更有针对性。同时呢，我们是针对生成的会议大纲，也能够帮助用户在3分钟内快速掌握会议全貌，不用再一个一个去翻阅冗长的转写稿。而提供的这个 AI 互动问答功能，也能够让静态的会议纪要变成动态的知识库，用户可以随时输入自己想问的问题，来查询会议当中的相关内容，实现会议知识的高效复用。那么我们最后对于仓颉的一个实践的话是，代办事项的提取闭环功能。那这个功能主要是依托于仓颉和 ArcTS 的互操作能力来实现。首先是智能提取，我们通过刚才前面讲到的 AI 代办提取助手智能体，先自动识别会议当中的任务指派句式，来提取代办事项、责任人以及截止时间等这些关键信息，生成代办草稿。那么用户可以在应用内对其进行灵活管理，实现批量操作和状态更新。我们也通过仓颉同盟的互操作能力，让仓颉侧来调用 ArcTS 侧的日历服务，生成仓颉调用 ArcTS 侧的互操作胶水代码，并使能仓颉模块。同时呢，通过互操作红暴露供 ArcTS 侧调用的仓颉 Magic 服务，来实现仓颉和 ArcTS 的双向无缝调用。实现一个数据同步。那同时呢，用户在应用内点击同步之后，代办事项会直接同步到手机的系统日历，同步的状态也会实时进行更新，来实现从会议代办到日程行动的闭环。那么接下来就是其实前面我们在做这些仓颉应用这些项目的时候，也一直在思考，我们作为高校团队，怎么才能让更多同学，特别是刚接触仓颉的新手开发者，上手更快，用起来更顺手。因为大家都知道，目前仓颉生态还处于一个初期的发展阶段，好多基础开发场景都没什么现成好用的工具，然后导致大家都要从零开始写，效率低不说，还挺打击大家就是进行一个项目创新的积极性。那所以我们就想，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项目里之前实现的一些能力打包成三方库，让后面的开发者可以直接拿来用，不用再重复造轮子，让大家把精力都可以放在创新上。那么目前我们梅克尔工作室也是已经正式产出了8款仓颉三方库，和仓颉的三方库的官方生态形成了很好的互补。那作为高校团队，我们也是依托于产学研合作，将实战沉淀的技术方案来开源为三方库，为仓颉开发提供更完善的工具链，也为生态注入我们高校的一份力量。那么我们也相信，当越来越多的开发者能够轻松的用仓颉来实现自己想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仓颉生态才会真正的枝繁叶茂起来。
在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迭代这些三方库，也欢迎大家来使用、反馈、共建，一起把仓颉的开发体验变得更流畅、更高效、更充满可能。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想和大家聊聊我们对于仓颉生态的一些定位和展望。那首先是对于仓颉的生态定位，仓颉是鸿蒙智能应用的核心底座，它作为鸿蒙应用编程的核心语言，仓颉具备原生智能化、天生全场景、高性能和强安全的特性，不仅能够解决复杂应用的性能和并发痛点，还能够大幅去提升智能应用的开发效率。那在未来也必将持续引领鸿蒙应用开发范式的升级。而仓颉生态的发展的话，也在未来也必然会从工具升级走向生态重构。随着三方库、开发工具等社区资源持续丰富，仓颉会形成语言加工具加社区加应用的完整开发链条，来吸引更多开发者加入，让仓颉鸿蒙的原生开发变得更简单、更高效。那么对于我们梅克尔工作室来言呢，未来我们也会在2个方面进行持续深耕：一是技术深耕，继续加码仓颉研发投入，持续跟进仓颉的版本迭代，产出更多技术沉淀和标杆应用。二是生态贡献，持续仓颉研发投入，持续跟进仓颉的版本迭代，产出更多技术沉淀和标杆应用。二是生态贡献，我们也会持续开源仓颉三方库，和一些实战的案例和相关的课程文档，来完善开发者生态的工具链。同时呢，也会积极参与仓颉官方的开源项目共建，贡献代码和解决方案。降低高校与企业开发者的上手门槛。那最后我想说，仓颉生态的繁荣离不开每一位开发者的贡献。那我们也期待与更多的开发者携手同行，共建开放、繁荣和高效的仓颉生态。OK，那么今天我的分享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那么刚才前面和大家分享的本次的这个应用案例以及相关的三方库资源都已经开源到了我们的 AtomGate 平台上，大家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进入我们的仓库下拉进行体验，也欢迎大家多多提交 PR 和 issue，希望能和各位开发者一起在仓颉社区继续进行灵感碰撞，共建仓颉生态。谢谢大家。好，接下来是提问时间，那么各位开发者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上来提问那么首先我们有一个开发者的提问是，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 Meet AI 支持哪些操作系统，能否在应用市场中找到？好的，目前还是支持我们的鸿蒙操作系统，然后目前也是正在走那个鸿蒙整体的上架流程，然后预计在下个月，今年的3月份，然后实现我们一个应用市场的上架，然后到时候也期待大家去进行一个下载体验。那还有开发者来问到，就是我们现在 Meet AI 是属于一个模块化的自定义软件，对吗？嗯，是的。好，那么还有开发者来问，就是说我们现在仓颉已经支持鸿蒙6.0的版本了吗？那这块儿我来解答一下大家。现在仓颉已经是有这个支持鸿蒙6.0的这个开发版本但是目前呢主要属于这个在小规模的试点阶段那么后面我们会放开这个我们的这个开发工具的这个权限。那么还有开发者问，就是说我们未来后面会Meet AI 考虑有支持电脑端吗？有的，因为其实这个会议的场景，大家可能平常开会其实还是用电脑会比较居多。那后续等到应用就是移动端的应用侧完全完善之后，那么我们也会考虑进行电脑端的一个适配。好的，那么我们的提问环节到此结束那么非常感谢宗岳岩的分享也期待我们的 Meet AI 的应用能成为我们鸿蒙应用市场上面非常热门的这个会议软件好，那么下面有请我们的第二个议题那么有请开发者周生勇为我们分享第二个议题
仓颉原生开发实战，从零构建置办系统的轻量与高效设计。那个老师不太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我以为是5点半开始，然后可能要能稍微调整一下吗？你有没有视频资料可以先放一下，然后稍等你再来讲也可以。行，我先放一下我之前那个应用的一个演示吧。好的。各位老师好啊，主要是其实一开始我的设计的一个作品，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实际上是面向我们的像我们的这个去利用我们的仓颉去做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智慧办公的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这个应用一个 app。那么其实上我们市面上作为我们平常用的比较多的像一些我们的日常办公的一些签到的一些软件，实际上是比较一个常用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算是我们比较新颖的一个仓颉的这样一个语言，我个人的一个方向是想着通过去应用我们的这个仓颉语言，能否让它去开发一套这样的能够让我们平常用的比较频繁的，或者说让我们用的比较经典的这样一个场景去适配我们的这个一个仓颉的这样一个应用。然后呢，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演讲思路呢，就是想着通过介绍一下我是怎样去应用的我这个系统去给各位老师还有同学介绍一下我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和开发要点。首先各位老师可以先看一下我的这样一个效果，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在这种交流的日常的这种办公的这种场景，你像每天的这种日程安排，还有像我们的签到。还有任务处理，它是可以达到我们的一些日常办公的这样一个小的一个闭环无论是跟我们的日常一些同事的交流，以及我们的个人的一些信息的查看，都可以在我们平常用的一些常用的办公软件以及我们自己公司里面去用的这种签到的软件实际上它也是尽可能去适配去达到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开发过程中，用的比较多的是我们的仓颉语言的这样的一些开发要点。因为我们的目前的仓颉呢，它是有很多种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语法和特性。然后呢，我想着是通过我的演讲稿的形式跟各位老师去分享一下各位老师可以先看一下我的这个演示的一个视频效果哈。好，那个你可以先放一下这个演示效果，然后后面我们先调整一下议题，然后我们第3个议题先开始，好吧？好的，老师。好，那下面有请我们的这个刘军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2026年仓颉版本的特性和规划。OK。我接下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2026年的那个在社区的版本以及重大特性的这样的一个规划。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请随时打断我。好，然后26年呢，就是我们稍等一下，我把这个收一下，对，然后我们26年就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仓颉在去年七月份左右开源了，在10月份左右呢我们整个开发都已经转到社区去了。那去年受限于我们社区基础设施的这个不是那么完善其实我们没有去在社区开发这块，就是大家走的比较磕磕绊绊。那所以说差不多去年做了差不多4到5个月左右，我们把基础设施呢基本建立起来了。今年呢，我们会在社区整个开始，就是不管是仓颉团队还是我们社区的开发者，我们希望大家是一个 team 呢，大家遵守相同的流程，在仓颉这个社区里面来做这个贡献。所以说，我们就把那个特意制定了一下，就是说在仓颉这个社区，我们如何来提交做这个贡献。那整体这个流程里面包含说，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我们社区的程序员，不管是仓颉团队的还是我们社区的开发者，都一样的，大家在社区去提交医学或者提交 PR。那
提交的这个内容如果是不涉及特性新增，也就是如果只是 bug fix 的话呢，那这个提交之后会有对应的仓库的这个 owner 或者是 committer， 他会去做这个代码或者是文档的检视，没有问题的话就会去合入之后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社区的版本里面去。如果是提交的这个 issue 或者是 PR 是涉及到一个新的特性，那这个呢我们会有这个社区的这个 owner 或者说这位我们社区的这个开发者去把整个呢把这个特性把它变成一个提案。这个提案呢，因为在我们为了确保就是说我们社区的这个开发的东西它有一定的质量和可用性，那我们会在社区成立各个 team， 分别来负责，比如说像编译器啊、运行时呀、库啊，各种各样的 team 来负责这些，就是基本的这些方案的那个解释，这种讨论、评审类的这个。那如果是这个方案它涉及到跨多个 team。比如说，我们要开发一个，像信号处理，我举个最简单例子，比如说信号处理或者是跨平台这样的一个特性，它可能会涉及到编译器 team、运行时 team 和这个库的 team，那这里会涉及到多个 team 之间的协同，那 team 的这个成员或者 team 的这个特性的 owner 呢，他会去发起多 team 之间的协同，并把这个协同的方案输出完了之后呢，会需要在这个技术架构的这个。team 的例会上去完成方案的评审，完成之后，还需要把这个在设计完之后，我们需要把它细化成我们可实现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可实现的，这样的一些方案完成评审之后，然后各个 team 根据前期我们整体这个实现方案去开发代码和这个文档，然后走检视投入这样的一个流程。对，这是整个社区的一个开发流程。这里面可能有一个词儿呢，大家可能当前还比较陌生，就是 team。关于 team 这个 team 呢，目前我们社区的同事正在规划这个 team。可能近期我们也会把已经有规划 team 这些放出来，大家后续可以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各个 team 的这个活动和这个开发。对，这是整个社区我们后续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开发的流程。然后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26年的这个版本的规划。首先是 LTS 版，经过差不多从开源到现在经过差不多几个月，我们把那个 LTS 版本、STS 版本以及 Lightning 这3个 channel 呢，我们都把它给完善了。大家在社区的这3个版本当前都可以下载到。那 LTS 版本呢，当前我们是没有就是26年目前我们没有规划说大颗粒的这个就是这个版本，也就是我们今年呢还是会基于 LTS 1.0这个版本去做补丁。那补丁它是没有固定发布节奏的，主要是我们根据大家我们社区开发者以及我们这个以及各个应用的这些厂商发现的问题，我们根据那个问题来处发布版本。对，这是 LTS 这块。然后接下来是 STS 这块呢，我们今年会规划2个大的这个 STS 版本，用于承载我们今年主要的尝鲜的特性。那第一个 STS 版本呢，预计不会晚于26年4月份。那这个版本上面呢，我们会上线，比如说像中心仓能力、全静态链接的能力，也就是去年我来介绍的时候，那是说我们会做这个全静态链接的能力，包括 Actor 模型这些呢，都会在STS 里面去上去。当然也包括我们去年实际上，就是跟我们去看了社区的这个发展，我们做了一个跨平台的一些基础能力，在 STS 1.1上也会去规划上。然后第二个版本大概是1.2，计划的发布时间应该是在10月份左右。那整个这个版本的特性呢，会从我待会儿接下来要讲的那几个大的特性里面去选。具体的特性可能会根据就是排的那个迭代的计划和周期呢可能不同，会在1.2里面承载的版本内容这个不一样。另外就是 Lightning 版本，这个顾名思义，我们是每天构建，从这个 channel 大家也可以每天都有下载到。对，这是版本规划这块。
那今年还有一块呢，就是随着这个仓颉社区支持的这个后端以及就是 OS 和Target 的越来越多呢，我们把那个社区就是说这种支持的后端组合做了一个分级，不同级别呢我们会提供的这个保障不一样。那这里也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帮助大家就是说理解每一个这个级别上我们做的事情。那整个这个级别呢，一共分 Tier 1、2、3，一共分3级。那 Tier 1呢，目前来看是我们就是相当于我们日常维护的，我们官方社区官方会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它是我们相当于我们一个最高支持的一个级别。那我们每次版本发布的时候，我们都会带它对应的二进制，在我们的 LTS、STS 版本上都会带它的对应的二进制。那我们每次版本发布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做这个自动化的测试保障，也包括兼容性的测试。那 Tier 2这个级别呢，我们会在CI 上去做，也就是在我们 Lightning 版本上，我们会去做这个常规构建。官方版本发布的时候呢，我们会那个 try my best， 也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个发布，但是我们不保证说每一个版本都能带上 Tier 2的这个内容。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 Tier 2的支持，因为它受限于支持的这个精力，我们测试的能力各方面、设备各方面的呢，这块的兼容性呢，我们是没有保障的。那 Tier 3的这块呢，我们会在官方社区里面保留这个对应后端的源码，但是 CI 构建呢，我们有可能没有办法保证它是常规构建的，因为这块受限于我们，就像我刚刚说，受限于我们这个资源的构建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没有办法保证 Tier 3支持的东西一直都有。对，那同时我们官方发布就是官方社区发布版本的时候呢，也不会携带这个对应的二进制。那这块呢，它的那个自动化测试兼容性测试呢，我们目前都不会有。那这是这3个 Tier 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设立。另外呢，右边呢放了就是说我们现在主流的这几个这个芯片 Target 加 OS 组合的这个支持情况。那 Linux 的 ARM64和这个地方应该是 X86、664，这个地方可能大家不要误解是32，就都是64位。这2个呢是我们最早支持的这个。最早支持是支持的最成熟的能力，这个呢我们在开发和运行态呢我们都是全量支持的。那 Windows 加 X86呢也是我们 Tier 1的，但是这里要稍微介绍一下的就是，其实我们的 Windows 版本我们是基于 MinGW 构建的一个版本，所以说虽然它是开发和运行态全量支持的，但是有一些能力，那这个它可能没有支持，或者说没有做充分验证。另外 Mac 的 ARC64，这个呢是我们 Tier 1支持的，我们也做了验证。然后 Mac X86呢，这是我们 Tier 3支持的，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Mac 其实自己官方也在宣布逐步淘汰这个X86的。然后另外几个就是终端的操作系统支持，这是去年我们跨平台上来之后的支持，包括 X64，然后就是鸿蒙系统、安卓系统iOS 系统的ARC64的这个支持，我们后续都会我们会把它做成 Tier 1的支持级别。当然，当前的能力，实话实说，可能还不到 Tier 1，尤其是那个针对安卓和 iOS 这部分，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对，这是整个这个在后端组合支持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呢，快速给大家介绍一下26年目前规划的这些大颗粒的需求。那第一个呢，就是仓颉语言会原生支持这个跨平台，那这里面就包含说我们会支持就是我们开发的代码能够一套代码能够在鸿蒙、安卓和 iOS 这3端去运行。那为了实现这个能力呢，主要包含3个主要的技术点。那一块是这个就是这里标示为1的这个跨端的运行能力。那跨端的运行能力包含几部分啊，一个是编译工具链，也就是 CGC 这一块的，那它要提供交叉编译的能力 ，CGC、CAPM 它要提供交叉编译的能力。第二呢是这个就是
这个工具链方面的，包括跨端的调试啊，然后还有运行时的多端的运行啊，这些能力，那这个是我们跨端的一个基础能力，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实现，就是说最基本的跨端的这个开发和运行。第二部分呢是关于这个这个是 common platform 或者叫 common specification 这个能力，这个呢是为了说，因为虽然说我们能够尽量的大多数的代码它都是不需要在鸿蒙、安卓和 iOS 上，它都不需要做任何的适配就能够运行，但是毕竟它还是有一些平台相关的，比如说有些功能在不同的平台它有不同的 OS 的 API 提供，那这个时候它就有一定的平台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代码。那这块的代码呢，我们常见的处理方式是用条件编译，但是条件编译它天然存在一个问题，它就是没有任何的类型检查。那在这块呢，为了更好的这个提供这个就是跨多端的这样差异的这个抽象的能力，我们定义了一套 common platform 叫 common 或者叫 common specificate 这样的一套这个语法语义。那这部分能力呢是帮助大家做跨端抽象的。那第三一部分呢就是这个跟特定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互操作，也就是这里不好意思，我这里忘记标这个3了。然后就是与特定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互操作。那这里它主要的工作呢，包含2部分，一部分呢是拿来自动，就是通过一个 generator 工具去自动生成跟 Java 或者是 OC 互操作的胶水层的代码，这样可以避免让大家去手写，类似于像 JNI 的那一套手写那一套代码，让大家的工作量增大。第二一块的工作呢，是我们会在我们的跨平台里面，比如去针对类似于像 Java 标准库、OC 标准库这一部分内容呢，预先去生成这个互操作的库，那大家直接调用这个库呢，就能够快速的完成基础的这2个端的互操作能力。对。那这块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25年我们已经有一些基本的能力呢。我们26年在这块呢，主要做2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这个互操作这块呢，我们希望把它的这个性能做得更好，通过开启机制，让它不用每次都去到对端去寻找它要调用的这个函数是什么，提升这个性能。第二一个呢，就是降低这个我们互操作产生的一些冗余代码，从而降低整个应用的 code size 这块。那这是互操作这块。另外第2大块事情就是这个跨端的工具链这块，主要目的是我们会提升它的易用性，让大家开发这个跨平台应用的时候更简单易行。对，这是跨平台这块的。然后第二一块，我们今年会重点做的一个事情是这个code size 的优化，包括这个应用级的 ARTO 啊、类年等的一些技术手段。那这块的这个动因来源于，就是我们不管是在我们在社区大家日常的反馈当中，还是我们跟各个厂商合作的开发大型应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发现就是仓颉在一些场景下，它生成代码的 code size 并不是最优的。那这里面呢，我们又去仔细分析了一下。一呢是我们现在当前的这个类年，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像 array 这种高频使用的函数里面，那它当前的类年策略呢，我们其实是包含了像这个异常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像这一类其实它不是一个性能敏感的，对吧？那理论上来说，我们不应该把它类年，但是我们现在呢没有去做这种细分，整体都把它类年了，这个从而会导致，因为大家都知道类年其实是会带来一定的 code size 那个影响的。那像这种实录这种，它在非性能敏感场景下的类年更会导致我们性能的这个code size 的增加。那今年呢，我们会把在类年这块呢，我们会去做的更细致一些，在确保性能的前提下，去把这些冗余的类年或者说这种性能不敏感场景的类年呢，把它识别出来，不做类年。第二一个呢，我们会提供一个这个标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提供给开发者，由开发者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的场景来决定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做这个类年。对，
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达到这个性能和这个 code size 的这样的一个平衡。那第二个大的技术点是应用级的 LTO。那大家也知道，当前其实仓颉的 LTO 的能力，它更多的是说还是应用代码自己的。那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因为大家拿到的这个很多时候这个系统库，尤其是各个系统库或者是仓颉自己的互操作或者说标准库这块，很多时候大家拿到的是这个二进制。那因为你拿到了二进制呢，很显然你是没有办法再去做 LTO 这个能力的。那今年呢，我们会把这块带来一个能力，就是说我们如果需要，当然我们那个社区的官方版本，我们会把标准库的这个 BC 能力发出来。这个 BC 实际上是一个编译中间产物，它能够在编译的那个链接阶段去做2次的这个链接。其他的，比如说像大家，如果你需要在安卓或者 iOS 上，那么把安卓、iOS 的各类的库编译成这个 BC 文件，或者操作类的互操作的库编译成 BC 文件，那这样的话，整个应用的从应用代码到大家调用的系统代码以及它应用的库代码都能够去做这个 LTO 的优化了。那这样可能带来更多的这个 code size 的机会。那另外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现在去对比了一下仓颉的一些特性生成的，在 IR 层面生成的这个 IR 的这个情况，发现相比于其他语言，来说，仓颉有部分特性生成的 IR 数明显多于那个同等情况下的其他语言。那这一块呢，我们会去优化已经识别到的这些点，让它生成的 IR 数减少，从而那个最终降低这个 code size。对。这是那个 code size 这块的一个优化的那个区块。然后第3一块呢，主要是 DF 这块的能力我们去分析了一下我们社区的一些，分析了一下我们社区的 issue， 发现大家其实反复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前仓颉不管是标准库也好，还是也就是这里的 API 或者运行时也好，很多时候没有能够提供足够有效的信息，让大家在发生问题的时候去快速的去判断出来，这个问题到底，比如说是仓颉标准库或者运行时开发的不好导致的问题，还是说应用代码的问题，或者说快速定位出来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那今年呢，我们会就是我们会去制定一套这个日志的规范，并把这套日志规范落到运行时和标准库里面去，这个让大家遇到问题的时候，至少在仓颉这个基础能力上面定位的时候更快。那另外呢，除了日志以外，我们还有就是说这种 DF 的这个工具，包括性能分析工具、内存碎片的分析工具，然后并发的这个调试能力，今年我们都会去做这个增强，让大家定位的这块问题定位上面呢更容易一些。对，这是第3一块，就是说 DF 这块的。然后在那个Q&A 之前呢，我再讲一下，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 AI 的这个 AI 辅助开发以及或者 AI coding、Web coding 这个已经非常非常的火了。那由于仓颉语料的原因，其实各个模型呢，可能它对仓颉的理解并没有那么好。那我们现在也在尝试，就是26年我们也会尝试通过，比如说通过 Skills 一些方法，我们也会去做这一类的工程，来提升大家用通用模型快速开发仓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这块呢，坦诚的说，我们在做，但是当前还不是特别确定我们能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这里先留个白，我们后面也会把这块的工程放出来，希望大家一起参与。对，然后我今天要介绍的内容主要是这些。好的，那么接下来是这个 Q&A 环节。那么我们线上的一些伙伴提出了一些问题首先第一条就是之前提到的 Late Stage 红还有模板红，以及类似于 C# 的Roslyn 的这种编译器增强特性内存所有权机制，今年有没有规划 ？OK。感谢这位同学的提问。这位同学可能应该是非常非常关注仓颉，这里面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专业啊。这个我先来尝试回答
回答一些。第一是那个关于内存所有权机制的，那这块今年有规划，然后呢，这个特性我们今年会作为一个 experimental 的特性去做开发，但是今年可能因为这个它涉及到的它涉及到开发的点和这个技术点，就是涉及到的开发的技术点会非常复杂，今年可能没有办法把它放到我们的那个主力版本里面，但是技术点就是涉及到的开发的技术点会非常复杂，今年可能没有办法把它放到我们的那个主力版本里面，但是一定会在DEV 在我们开发分支上提供出来，这是内存所有权的机制。那这位同学问到的这个 Roslyn 这个编译器的这个增强特性，不好意思，我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就是 Roslyn 这个问题，我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回答。然后那个 Net Stage 红这块呢，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呢 ，Net Stage 红为 Net Stage 红前期要做的 syntax 和 semantic 这两块基础的能力呢，已经在做了。但是 Net Stage 红这块的事情，目前还在讨论当中。我们当前就是没有看到比较大的或者说比较迫切的这样的，不管是从社区也好，从合作的厂商也好，没有看到比较迫切的需求。所以说 Net Stage 红的基础能力我们今年会做掉，但是整个 Net Stage 红今年可能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版本规划里面。然后另外一块模板红这个可能会是更远的一个，今年短期内我们是不会有规划的。对，这个问题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好的，那么下面第二个问题，能否介绍一下 EN 的应用场景？我用这个特性改了一段代码，发现大幅增加了圈复杂度。OK， 感谢这个使用，因为 Effect Handler 是我们其实是首先Effect Handler 这块呢，它更多的场景是用在解决这个受约束的，或者说有一定约束条件下的这个高性能并发场景下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个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呢 ，EH 本身呢，它受限于它的这个复杂度所以说它对这个代码的圈复杂度的那个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就是影响的，对。好，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希望官网公开 roadmap 随时更新，随时了解最新的规划。OK，这个需求非常非常合理。然后呢，今年就是稍等，我先回到这个里面，先回到这里来。今年是这样的，今年我们26年整个社区的这个特性规划特性以及规划版本后续都会在社区放出来。规划的那个版本呢，我们会放到 release team 这个仓下面。roadmap 这块呢，我会和我们生态的同事讨论一下，看看放到哪里比较好，这个我们会去做。好的，那么第四个问题，反射和信号处理等内容，等内容各平台对齐是否有时间节点？这个问题我可能没太 get 到点，是说那个反射和信号处理，比如说在 Linux、Windows、Mac 以及 iOS 各个平台功能做到一模一样吗？还是什么？因为这里面我要先解释一下，我说为什么我们 get 到这个问题点，因为受限于各个操作系统对信号处理它的那个差异，我们是本质上来说。在信号处理这个上面，我们是没有办法在各个平台功能做成一致的。说这个我可能没太 get 到这个点，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办法直接对话。我先把我的疑问抛出来。然后另外反射这块的能力，目前从可能这块这个也得再打开看一下。我目前看到的反射的能力，至少在那个Linux。Windows 鸿蒙这个上面，它是基本是持平的。所以说，这位同学问的就是说，
就是不平没有对齐，具体指的是什么？这块儿可能需要帮忙再细化一下。OK，我看到是说 Mac 上不支持反射。OK， 这块的话，我翻到那个 Target 支持这块，这位同学是说的在 Mac OS 加 ARC64上面是吗？要不要等一下看看有没有回复？好，要不然我们继续先往下个问题吧，因为刚才那个 Mac 那个我再问一下，就是我确认一下是不是问的 Mac 64上面的这块的，如果是这个的话，这块我可能得说一下，就是短期内我们可能没有这个计划在 Mac 64上那个支持，就是把反射的能力去做的比较全，因为当前的原因是我们其实当前我们不管是从社区还是在这个跟厂商合作上面来看呢，Mac OS 上 Native 的应用的需求现在收到的并不多，所以说我们当前没有把这个能力作为一个高优先级能力来支持。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这位同学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那么26年官方是否会有可用于生产环境的全流程开发技术框架，比如 Spring Boot、MyBatis 等，还有和微服务的解决方案？这个非常抱歉，因为受限于，坦真的说，仓颉团队其实并在框架开发领域的经验非常非常少，我们团队大多数人可能还更多的集中在这个编译器开发，运行时开发以及库开发这块的经验上面，暂时没有这块的计划，一是我们团队这块的能力其实是相对弱的，二呢是。这块呢也常规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它需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今年我们是没有这样的计划。当然这块是这样，就是如果那个我们社区的开发者有兴趣，可以发起这样的framework 的这样的一个共建。仓颉这边呢，可以我们仓颉团队这边可以有同事进来，大家一起去讨论或者去做这个开发。因为不管是像 Spring 也好，或者是这个我对 MyBatis 不是那么了解，对就拿 Spring 而言，实际上它 Spring 跟 Java 的这个编译器或者它VM 之间配合的是非常紧密的。如果社区有这样的项目呢，大家一起，我们可以参与进去，大家一起来共建这个事情。对，这里我也补充一下，就是现在社区里面是有这个微服务开发框架的开源的，然后并非我们官方提供的，但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叫天琴，然后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它的官网，然后下载它的文档来查看和使用。好，那么第6个问题，社区吐槽的这个 SSL 的问题，如何做到开箱即用？这个有计划吗 ？OK，这位社区的同学问了一个非常非常好也非常关键的问题。这块儿第一先回答有没有计划？有，今年我们会去把它解决。如果大家去看过仓颉社区的就是大家去翻过那个STD_X那边的库的话，大家就会发现，第一，我们在尝试，就是说，第一把那个 SSL 这一层呢，我们去做抽象，大家这个拿到的这个 SSL 的那个接口呢，它不再仅限于 OpenSSL， 这是第一步的解决方案。第二一个呢，我们后续会选一个，就是说那种相对稳定加那个问题少的一个 SSL 作为我们默认的 SSL 的解决方案，集成到我们的版本里面去。在社区版本上，我们会有这个计划。对，但是这个我非常抱歉的是，这块的时间我暂时还提不出来，因为这块涉及到那个
SSL 的这个选型以验证这块的那个。如果当然社区的开发者，如果大家有好的建议，也可以提出来。好的，那么我们下面一个问题，当前对于这个 Windows 64还有一些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仓颉 for Windows 是否考虑运用这 MSVC？这块这块是这样的，我们受限于因为 MSVC 受限于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吧。社区的官方版本短期内是没有办法切到 MSVC 上面的。我们可能会一直至少在近1-2年内，我们会一直基于 MinGW 这个方案来做。短期没有切 MSVC 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好，那么仓颉 Studio 还有吗？现在开发服务端使用什么 IDE 呢？现在服务端我们推荐的主力还是那个 VS Code。仓颉 Studio 短期内不会做新的特性的这样的一个更新。对。好，能否开放 LSP 的协议文档？这个我没有办法在现场回答，因为这块涉及到另外的其他的一些开发团队，我需要这个问题我会记下来。记下来之后呢，我会去和我们 IDE 的团队去沟通，看看这块是否可以开源。如果可以的话，这块不会是问题。这个问题我会记下来，后续我会通过那个我们生态的同事把这个后面讨论的结论发布到社区里面去。好的，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之后是否会推出 AI 相关的框架，比如 TensorBoost 相关能力？这个短期内仓颉官方社区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是就是在三方社区，我知道的好像是已经有一些类似的这个东西了，就是类似于我记得应该有一个仓颉 Magical， 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你要的这个，因为你说的这个 TensorBoost 它可能更底层一些，它是一个类似于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框架，这块的短期内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计划。当然，我看三方社区类似于有 Magic CLI 这样的一些工具，但这块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建这个能力，大家来贡献。如果有什么诉求，我们可以来支持。对。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的 VS Code 插件是否会开源？好问题。这个前2天我们刚刚讨论到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正在评估这块开源的这个工作量，然后这个问题我也记下来，后续我会通过生态的同事在社区做一个正式的这样一个答复，就是 VS Code 的插件加 LSP 协议这个事儿是否可以发布出来。对，这两个问题我会记下来，后续通过生态的同事在社区做那个答复。好的，非常感谢刘军老师的这个耐心解答。那么我们这个议题的Q&A 环节就到此结束啊。那么再次感谢刘军老师。好，谢谢大家，期待大家一起参与仓颉社区的建设。好，那么有请周生勇。好的，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啊，然后能够跟各位老师还有同学去交流一下我开发我们的这个仓颉这个云应用的这样一个小的一个心得。那么实际上我在一开始想去开发我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我是想了很多，就是怎样去开发一个这样的一个根据我们这个选题去开发一个这样类似一个系统。然后呢，最后我选择的是通过就基于我们的鸿蒙的一些 Arc 前端这种语言然后结合我们的仓颉去达成这样的一个前后端的一个设计。首先呢，就是我是参加开源的时候是在23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对我们的开源感觉非常有那种兴趣，因为我觉得我们开源它更像是一种
交流和分享，而不是那种我们平常那种被这种枯燥的代码所影响到那种不太好的心情。但是如果说我们去参加开源，参加这种各种类似的活动，就会让我们平常在开发或者说学习的过程中，会提供我们更多的这种兴趣爱好，去促使我们去开发一些作品或者是一些项目。然后我主要跟各位老师去以下几点去跟各位老师汇报一下我们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首先我们的项目它是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些传统办公的一些痛点去进行一个开发，因为我们目前来讲我们一些像我们的去日常办公的这种这种模式，它可能会很难再去满足我们现在企业对我们的效率还有协作这样的一个需求。你像我们现在更提倡的是移动办公。还有智能协作这样的一些场景，那么也随着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技术的这样一个成熟，那么为我们办公这种新场景也带来一些很多这种可能。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AI 赋能去提高我们的文档处理能力通过我们的AI 的引入去辅助我们提高我们的文档的一个处理，还有一些会议纪要日程安排这样的日常办公的一些处理效率。那么我们去结合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想的是开发一款面向我们的企业用户以及我们日常去办公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办公应用也是类似于一种 AI agent 这样的一个创新应用的一个实践。然后我们选择的其实就是与我们的这是 Harmony 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去适配的这样一个一些语言还有框架，然后呢去接入我们的这种 AI 大模型，因为我们现在对于 API Key 的这种使用实际上是已经算是比较频繁了，我们可以使用多平台的这种 API，比如说像我们平常用的比较多 DeepSeek、OpenAI 这种类似的，它都可以提供因为它都对市场以及市面上提供这种相关的 API Key，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我们应用上去调用这样的一个API，去达到实现我们这样的一个效果比如说一些 AI 应用啦，去辅助我们日常办公啦去给我们一些分析和意见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主要是给我们的这个应用去分了一些主要的模块，像这个登录认证工作页我们的 AI Agent 这样的一个助手日程管理、任务模块，还有一些消息交流文档处理个人中心这样等等的一个主要的8个模块。他们也是符合我们对于他们这些功能的固有的认识的。那么他们的基础功能像登录，它就会涵盖像我们的这个账号密码的登录，以及我们相关的像我们的这个工作页了，它会有相关的一些核心功能的一些像代办体验数据模型的引用，还有助手这些都是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日常的一些功能模块。那么实际上我们去实现这样的一些功能的时候，我们去给它设计了我们的一些3层的这样一个系统框架。首先呢，它是它的一个表现层，然后呢是它的业务层，然后就是数据层，然后它是从我们的数据模型是我们业务层和表现层的这样一个不断去叠进的这样一个3层架构的一个设计。首先呢，比如说我们会来到我们的这个表现层，那么它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登录页以及我们的日常管理等等的这种前端，然后呢去访问到我们的业务逻辑。我们通过去业务逻辑里设计的这些一些我们的像 AI 助手的核心数据结构，以及我们的用户模型的一些关键信息日程实现的这种模型，去给它达到这样分层设计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我们在再去给这些模块去设计的时候，其实我是应用到了我们一些仓颉的一些的核心的一些它的一些语言特性的，因为我在这里总结了一下，实际上你像我们的基础的语法因为我在去学习我们的仓颉语言当中，我会发现有些语言它是可以跟我们平常用的一些常规的一些语言是可以通过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迁移到我们的仓颉这里去学习使用的，但是有时候它也是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基础的一些变量声明，我们仓颉的话它是使用我们的 let 去声明我们的不可变变量，以及我们的像我们的这个可变变量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var 去设计我们的可变变量。那么像函数定义，因为我们的仓颉就使用了我们的 fant 的这样的关键字去进行一个定义，当然它也是支持默认参数和命名的时候，它在我们项目中去应用的时候，就是我在这里设计的就是当我们去登录函数去登录的时候，他们在返回的可选类型的时候，我去声明这样的一个函数去进行我们这样一个函数的一个调用，比如说我可以获取当前实现出的这样内部函数这样一个场景。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仓颉还可以使用我们的表达式这种语法进行一些字符串的一个差值，那么它比我们的传统字符串它拼接起来会更加的直端啊，这也是我认为我们仓颉在去开发的时候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特性。那么它在我这个作品中的应用呢，就是我去构建一些你像我们的 AI 阵的时候，我会去写一些 AI service，那么我就要构建我们的 HTTP，因为我们请求的这种投递址，或者说我要格式化我们的 JSON 这种结构信息，都可以在这里去体现我的这个字符串的一个语法的一个使用。然后呢，像我们用的平常多的像 Structure 这些相关的具体的，我们平常用的比较多的，还包括继承还有这些类的一些别名，其实在我们仓颉中都是可以去使用到的，也是我认为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它可以帮助我们开发者去提升我们的这个开发效率，减少我们的这种学习的一个成本能让我们快速的去开发一些这样的实践应用。好，然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核心的数据模型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 AI agent 的应用，那么它在去平常办公的时候，可能难免最核心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 AI 对话。那么在 AI 对话的时候像我们就需要对我们的用户模型进行一个设计，因为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角色，那么他们的身份岗位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在进行我们设计的时候。进行使用我们的这个 AI 的时候，那么它就要给它一些相应的相关的这种功能，就比如说他是工程师，那么我们就希望 AI 能够帮他去分析一些关于工程师在平常办公中去常用到的一些功能，以及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的一些分析。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知识库，通过去把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文档去上传到我们的知识库里边那么去调用我们的 API 大模型。然后让我们的 API 大模型到我们的知识库里边去进行一次检索，与它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关键字进行一些分支处理，只保留我们最关键的核心。那么我们在进行一些返回信息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高效，更贴合我们这个用户的一些核心的需求。然后就是我们的日程，还有这个任务模型，它就是可以管理到我们用户的这种日程和任务安排。包括我们的这个绘画和消息这种模型，那么它也是希望就是能够让它达到即时通讯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包含我们的一些消息标识以及发送者内容类型这种字段啊。其实我想更多的还是想介绍一下我们的作品的这个 AI 的这一个适配的一个情况，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算是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创新应用，那么它在办公的时候，我们就希望使用我们的 AI 去进行一个核心的一些功能的一个体现，就比如说我们在喂，声音没有了，你那边有？可能是有点卡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呃就比如像我们的这种我们去创建这种协作，实现这种异步操作这里的话，我们就使用了我们的仓颉的这样的一个 spanner 的这样一个关键字创建协作。那么它就是去跟我们的 Arc UI 进行一个协作去并发的时候，它是不会让我们的一些 UI 线程进行一些堵塞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一些我们的这种协作性的这种处理。我们去设定这样一个时间通过使用我们的这个关键字，让我们的结果等到它的这些延迟过的时候再去执行下一个结果，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导致每一个线程去抢占资源的时候，我们会导致有那种加载中的这样一个情况的一个产生。那么它在我们项目中去应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它去即刻的去响应然后如果说它是需要等待的话，我们就让它先去显示出来加载，而不是让它去显示出来堵塞或者提示报错这样类似一个情况。然后呢，就是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实际上我们的仓颉它是与其他的这个空间、其他的这种那个语言，它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那么我想就是分享给我们各位开发者，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声音变量，那么你像我们平常用的这个 TS 里边它可能就也会用到我们的 Const 这样的一个
边上去进行声明。但是包括我们的你像空值，你像我们的仓颉可能一般用空值就用 not 去声明，那可能我们的 TypeScript 它就可以用 undefined 去进行一个空值的一个声明等等。这也是我想跟各位老师进行一个分享的一个特点。那么它像我们的，你像继承，我们仓颉其实就用我们这样一个小语这样一个符号来进行一个继承。那其他的一些语言它就可以用到我们 instance，包括我们的这个分号来进行一个继承包括我们的模式匹配，我们仓颉是可以使用我们的 matrix 进行一个匹配。我们 TS 可能用的比较多，就是 switch 进行不同的这种结果的一个返回。然后这里呢，我在开发的过程中呢，还遇到了一些这样小的一些陷阱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 bug，像我们的数组可变性。一般来说，像我们的 Aria 它是没有这种 push 方法的。然后如果说我们去这样写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编译错误。所以说我们在这样写的时候，就需要把我们的这个数组给它重建一下然后再进行一个消息的这样返回。那我们再去编译的时候，它就不会再报错了。然后呢，包括像我们平常比较常用到的空值的检查啊，就是不要让它去报这种报空，也是可以通过我们声明的时候去提前给它声明掉。如果说它是空的或者怎么着的，去给让它去适配掉这个情况，而不是让它直接去编译的话是报错。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些地方就是容易出错的是我们的这个在进行数字类型的这种结构转换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像如果说我们在转化字符串把我们的一些数字类型转化成字符串的时候，就需要使用到我们的一些前提的一些声明，让它去表达的时候，让它适配到我们的这种类型转换，而不是直接去让它去展出对应的呃对应的场景，去让它就是固定下来，而不是我们常说的能够灵活的去转换这种对应的不同的根据不同场景去转换不同的这种类型。好，然你在计算后交通好像没有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是总体的一个效果，刚才给各位老师大概的去演示了一下啊、像我们的一些关键的点，其实使用的一些渐变色，还有一些开发一些设计，都是可以就是比较符合我们日常的这种办公的一个场景的。嗯，好，然后最后呢是就是总结一下我的一个这次开发的一个感悟吧。其实我认为我这次的一个开发实践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更多的是一种学习。它跟我在学习我们仓颉的这种文档以及这种特性的时候，我也是通过实践开发了一个这样的 AI 创新应用，然后实现了一些主要的一些功能模块把我们一些常用的一些 AI 的概念引入到我们的仓颉应用开发当中。然后呢，其实这个过程这个结果我其实感觉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可能会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从架构上就学会了通过走通我们的鸿蒙加仓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开发流程。我觉得对我以后的学习还有工作当中呢，它肯定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吧。然后未来呢，我希望就是能够开发出更多的这样的案例，比如说可以扩展我们的语音输入还有图片识别这种功能，去优化到我们的一些仓颉当中的一些常见的一些报错或者是一些这个错误的处理方式，怎么去更加优化我们的代码结构，更能够适配我们不光是适配我们的可能以后的一个鸿蒙设备啦，或者说还有可能能够未来能够更加的去让我们的仓颉语言更多的去使用在我们的一个多平台这样一个场景下。好，这是我分享的一个主要内容，谢谢各位老师。好的。那么接下来是来自于社区开发者的问题那么首先有这个你开发的应用有计划上线鸿蒙应用市场吗？因为据我了解到，因为我们现在华为鸿蒙也是在促进我们的这些开发者去开发更多的这种基于的这种鸿蒙的应用，包括一些奖金的设置，我也是非常吸引人。后续的话，我想如果说当我把这些对应的这些模块都完善掉之后，我也会尝试把我做的这个 app 去上线到我们的市场上，然后并且去看看
收获一些好的评价。好的，那我们感谢这个周老师的这个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第3个议题就到这里暂时结束了。那么也欢迎大家多多给我们提出一些问题多多在社区进行交流那么感谢每一位分享者的精彩演讲和每一位听众的专注聆听，欢迎大家在社区群中交流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再会。